看到台下的粉丝朋友都非常的热情啊。海乔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因为今天是应该算是很久都没有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见面会，所以咱们在见面会上能不能少得了饭撒的？好久不撒了，有点生疏了，有点不好意思。海乔哥在我们心中永远都是最棒的。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今天在现场想问问海乔哥，为什么会选择《长安醉》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呢？其实一直觉得，时光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个地方给我们做了一个标记，然后可能，我们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走过很多的路，你回去看的时候，很容易通过某一个标记，就可以迅速的把你自己带入到某一段时光当中。其实《长安醉》对于我来说，也特别像是某一段时光的一个标记。因为它是我第一首唱的，自己演过的剧的主题曲，然后呢，这个剧叫做《热血长安》，然后这个人物叫做萨姆多罗，所以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像是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标记。每当有的时候我会，不管是开心啊、不开心啊，或者是有些迷茫的时候，就会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他，然后看一看当时的自己。就这样。哇，是一段很美好又难忘的回忆啊！那刚刚既然说到了《热血长安》这部剧啊，我想问一问台下的粉丝朋友们，有多少人是从这部剧开始爱上我们海乔哥的呢？挥挥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哇，真的是太棒了！没看过的也没关系啊，没看过的欢迎大家可以去重温一下这部剧，因为我也是自己有的时候想他了，就会自己去再回头去看一下。有的时候会员也就没有了，就为了他自己再去买一个会员，然后就为了再看一看他的脸。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啊。那我们通过这部剧啊，还有海乔哥演的其他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都知道海乔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那自从今年您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啊，您除了这个演员身份不一样的另外一面也被大家看到了。那今天在现场想问一问，今天在舞台上唱歌和您在《披荆斩棘》里面去唱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今天呢，因为唱歌一直以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障碍吧，就是特别是在《披荆斩棘》里边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一些歌手，然后跟他们在一起，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然后自己会更加的紧张。但是今天唱歌是我最松弛的一次，因为我知道台底下坐的都是我们自家人，所以今天是我的主场，所以没关系啊。一会儿如果是忘词或者唱的不好的话，就大家多多担待吧。所以今天是特别开心的一次，是特别享受的在唱歌，因为我给喜欢我也是我喜欢的人可以唱歌的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和我们现场所有的家人相聚的一场非常美好的晚会了。是的，我非常的珍惜。那今天其实还想问一问海乔哥，是在怎样的契机之下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呢？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分享过啊，因为可能好多人也不知道，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披荆斩棘呢，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综艺，因为好像第3季有个哥哥说过，说那是一个有信仰的舞台。所以我觉得，他会，有很多人，然后，只是单纯为了一个舞台，大家就可以拼尽全力，然后再创造一次又一次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奇迹。所以之前呢，我前几季的时候我也都在关注，所以，但是其实我去年面试过一次啊，但是没被选上。说明去年的时间还没到，今年的时间是刚刚好，大家说对不对啊？
然后呢，我记得去年好像那个时候还是疫情吧，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实时的见面，我们是通过视频来面试的。然后当时好像也是我们这次有几个工作人员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有什么特长吗？你觉得你来参加披荆斩棘，你的就是杀手锏是什么？”然后我说：“这脸还不够吗？”然后我感觉视频那头大家沉默了那么几分钟，想说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呢？我们非常相信自己，是不是？所以呢，就非常不出所料的，就是我去年就没有等到那个最终的答复，然后就这个事情呢，但是呢也还好，我觉得我当时去年也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我觉得去年那个事情没有被选上，好像在我的心理上也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如果我不是今年参加的话，我怎么会遇到我们这一届的这么棒的这些人呢？对，遇到了很多，所以一切都是命运。是的。我们也知道海乔哥在综艺里面也认识到了很多很优秀的哥哥，然后大家都是相互鼓励。那不管是从我们舞台的呈现上面来说，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演唱方面来说，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那其实今天在现场还想问一问海乔哥，您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是有小朋友吗？还是有人学了娃娃音啊？因为我在台上光太强了，我看不到，所以我，有个小朋友是不是？小朋友注意保暖啊，因为没想到安徽还挺冷的，然后来了以后，我觉得，所以我在下面的时候，同事跟我说，我说怎么办？我说我今天还买了那个暖手宝，还有暖贴什么的。他们说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冷，因为今天现场有很多人，大家在一起会很暖和。我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就把秋衣脱掉，好吗？下一套好像到这儿是没有办法穿秋衣。好，认真的说一下啊，因为我觉得一直没有时间可以给披荆斩棘来一个好一点的总结。我觉得之前想直播来着，也想录视频来着，但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面对面的，我觉得这么愿意去分享。很神奇啊，因为我一直是一个特别飞的人，然后我觉得好多事情在我这儿看都是很奇妙的。比如说我在初舞台的时候唱的《年轮》，然后谢谢，我当时特别紧张，然后生怕自己会忘词儿，反正有很多问题，这之前分享过，后来我们在总决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隐隐作秀，然后对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舞台，谢谢。懂事的孩子气。然后我们那个其实是加上编排，就是编出舞蹈来，然后大家学到走台是只用了3天的时间，所以整个的那个总决赛的那段时间是比较懵懵的，因为也不太够睡，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流程需要走，所以结束的那一天晚上我们没有觉得是个结束，因为总觉得大家好像没有唱那个时间的答案，就觉得好像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束感。但是后来呢，很奇妙的就是过了不久之后，然后芒果的招商会就把我们几个招回去，然后就唱了时间的答案。当时唱完时间的答案就觉得，好像真的要结束了，因为这歌也唱了。然后那天呢，我要演出完就马上要赶回北京，因为还有别的工作。
我就坐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个眼棚里出来，坐在车上的时候，开到了第一个红灯停下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年轮的声音。我说，哎，我说，哎呀，我说徐海乔，你这个人真的是太飞了，你怎么都出现幻听了嘛？后来我就还跑去查，然后那天晚上真的有歌手唱了串烧吧，然后真的有年轮。我算了一下时间，就是在我离开那个湖南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年轮，所以我就觉得，我感谢这趟旅程，然后感谢披荆斩棘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创造的这个回忆，就是我今年可能乃至于几年之内最大的一个礼物吧。同时，我也很感谢我在披荆斩棘里遇到了那么多娱乐圈真人，然后他们就让我就是很愿意去放松的去做自己吧。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是每一个人。哇，其实都特别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海乔哥，好不好？有没有感觉我今天变成话痨了？好，大家反而希望你能够更说的多一点。你们不烦的话，我就多说一点。然后我上台之前跟他们说，我说有可能啊，因为我今天可能会话比较多。其实昨天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还是有点晕晕的，找不到能量。包括我上台之前，我还给某一位哥哥发了微信，我说哎，我说我好累啊。他说是吧？他说我今天也有点找不到演出的状态。我说没事。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那我们就负得正吧。好，但是其实今天在现场，我觉得不管我们的舞台现场为各位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在我们每一个海宝的心中，都是最美好的时刻，最美好的时间段。今天看见你们啊，我真的觉得我状态回升了很多。所以大家都享受吧，然后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1个月甚至于很久都能带来很多能量吧。好吧，好，相信现场的每一位海宝都感受到了你身上为我们传递的对生活的状态、对工作的状态，为我们带来的这种满满的正能量啊！所以此时此刻，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海乔哥，好不好？其实我们也看到海乔哥在披荆斩棘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同样，我们也期待在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惊喜来带给大家。那今天在现场，我们都知道海乔哥会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呈现给各位。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故事呢？这也是我曾经演过的一部剧的主题曲。没办法，版权受限啊，只能唱自个儿的歌。但是我觉得可能经过时光和岁月，然后每一次演绎同样一首歌的时候，的心境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剧，因为它是在厦门拍的，所以我每当想到这部剧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标记就是厦门。厦门的冬天不冷，然后厦门有紫荆花，然后厦门真的很美啊，是吧？特别怕冷，安徽好冷。是，大家今天都千万不要感冒啊！今天要唱歌了吗？大家发现海乔哥真的非常的贴心啊。虽然说今天合肥室外的温度是0下，但是我们场内的温度有40度的热情，大家说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舞台交给海乔哥，好吗？等一下，别着急，让我把我的耳返戴好。伦哥送给我的耳返。本来以为只能用1次呢。好了 ，OK。好，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您。加油！